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了观世音菩萨这个观音圣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加持？今天我想跟大家再继续的分享这个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身相呢？那在怎么样的身相当中，观世音菩萨又化为不同的观音呢？我想这个主题也是非常多人敲碗，希望我们能够分享的一个主题。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感应身相呢？在不同的佛经当中，观世音菩萨有不同的化现。在楞严经当中，观世音菩萨就有32身相，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就有33身相，在梵文版的法华经则有16身。今天我主要是以六观音对大家很快的简述。在楞严经当中，观世音菩萨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观世音菩萨是怎么说的。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出获妙妙闻心，心经疑闻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1首、3首、5首、7首、9首、11首，如是乃至180首、1000首、万首、84000硕迦罗手，2臂、4臂、6臂、8臂、10臂、12臂、14、16、18、20至24，如是乃至180臂、千臂、万臂、84000摩陀罗臂，2目、3目、4目、9目，如是乃至180目、千目、万目、84000清净宝目，或此或微或定或慧，救度众生得大自在。所以在楞严经当中，观世音菩萨自己亲自说了，他会化现不同的身相，有些是1身、2身，有些是1个头、2个头，乃至百千万头，手、2手、4手，手臂、眼睛1臂、2臂，眼睛也是2目、3目、4目，2个眼睛、3个眼睛、4个眼睛都有。所以呢，这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他应众生拔除众生之痛苦，他圆妙之本心，他能够化现本尊的分身。那当然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悲愿是无往复际的，不管你称念的是准提观音，还是圣观音，还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还是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心绪等流都是同一体性，就是大慈大悲大愿力。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观世音菩萨不同的身相当中，什么是六观音。在我们汉传佛教智者大师，他曾经把这个六观音依据他实质上观音的意涵与功德，分为6种不同的观音的形象与圣号。那在金刚乘也有六观音，在天台宗，也就是汉传佛教智者大师，他六观音他就是取其内涵。在汉传佛教他注重的是这个观音的功德，所以在他的六观音的圣名就跟在金刚乘的六观音，它是表现在以形象修持的仪轨与咒语是不同的。而在金刚乘的六观音有非常多是我们非常熟为能详的六观音，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了解这2个不同传承派别的六观音是哪六观音。今天我着重的会是在金刚乘的六观音，当然这当中也有大家非常相应的千手观音、准提观音、圣观音。这六观音它就是相应的六道众生，就是相应拔除六道众生的苦。那我们现在来看，在金刚乘当中，这个六观音是哪六观音呢？
在金刚乘的六观音呢，从天道开始的六观音圣号为如意轮观音，在阿修罗道救度的观音是11面观音，在人道众生救度的观音是准提观音，在畜生道救度的观音是马头观音，在恶鬼道众生救度的是圣观音，而在地狱道救度众生的是千手观音。这当中我想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千手观音以及准提观音与圣观音，所以我会着重在这3尊观音来跟大家做详解。首先我们来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顾名思义就是观世音菩萨有11个头，然后有1000只手、1000只眼，手持不同的法器。那千手观音对应拔除的就是地狱道的众生的苦，非常非常的苦，所以它需要极大的加持力。所以观世音菩萨尤其是千手观音，为什么加持力非常的大？你看地狱道的众生这么苦，他都可以用这个悲愿去拔除他们的痛苦，那更何况我们的人道的苦跟恶业都没有地狱道的恶业这么的重。当然这个千手观音它的加持力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呢，相应的就是千手观音，拔除地狱的疾苦，表法就是以千手千眼拔除所有地狱道众生的痛苦。那第二个就是圣观音，圣观音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就是一面二臂，就是只有一个头，头顶之上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师，也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左手持着莲花，右手是做下施印。那圣观音呢，一手二臂，他另外一只手右手不是下施印吗？就是给这个恶鬼道清凉，因为恶鬼道过去生非常的艰贪，死后他们堕入恶鬼道，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喝水，好想喝呢，但是一喝下去就是像血水，好就会变火，然后肚子非常的饿，但是他们也吃不到东西，一吃下去呢，那喉咙就是整个喷出火，无法下咽。所以圣观音呢，就一手持莲花，一手下施印，就是施食拔除一切恶鬼道众生的饥渴之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准提观音。准提观音是在守护人道众生，拔除人道众生的苦。当然这个准提菩萨有些是2臂，有些是18臂，准提菩萨现不同的形象，但是主要这个准提菩萨就是相应于拔除人道众生的苦。人道的众生呢，就是贪欲最重，什么都是要求，都要得到，要占有，所以准提菩萨就是拔除人道众生的苦。那11面观音它相应的就是拔除阿修罗道众生的苦。我们都知道阿修罗道众生呢，就是高慢，而且喜欢斗争，心中没有喜乐，也没有随喜他人的善念，所以呢11面观音就是他用这一种的方式去调伏跟摄受，降服这个阿修罗道的众生的斗战之心。那马头观音相应的就是拔除畜生道众生的苦。那马头嘛，顾名思义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头上有一个像马的一样的形象的这个马头。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畜生道的众生的苦，就是在彼此被不同的畜生去追逐残杀。比如小白兔，它可能就被野狼追逐吃掉啊，比如野狼它就被狮子追逐吃掉，就弱肉强食的畜生道的众生。所以呢，畜生道的众生呢，就是感得有马头观音，因为这个等于用畜生道的观音的化现来去保护这些受残害的畜生道的众生，所以是马头观音。最后就是在救度这个天道众生的如意轮观音。那可能有些人就说，师父，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去天道去救度众生呢？天道的众生不是应该没有痛苦吗？想一一来，想十十来。不是的，天道的众生还是在六道当中，所以基本上他只要福报享尽，他还是会堕入
三恶道去受苦，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就化现为如意轮观音，去教授他们摄受这天道的众生，不要贪溺于享乐，必须要修行。所以这叫如意轮观音，去摄受这天道的众生。在汉传佛教里面的六观音是哪六尊观音？他们的圣名又是哪6种不同的圣名？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论述当中，这个六观音它相应的救拔六道众生的痛苦，去除灭众生的三障：报障、业障与烦恼障。天台宗的传承里面，六观音它分别指的就是大梵深远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狮子无畏观音、大慈观音、大悲观音。它分别对应的就是救拔六道众生的痛苦。天道也就是大梵深远观音，化现在天道去救度教授天道的众生。在阿修罗的众生只有大光普照观音，在人道的众生则有天人丈夫观音。在地狱道的众生呢，就是大悲观音，因为地狱道的众生太苦了，我有大悲观音曾救赎他们的痛苦。畜生道的众生就是狮子无畏观音，道理跟刚刚的马头观音是概念是一样的，狮子无畏嘛，观世音菩萨化现为狮子王，去保护弱小的畜生道的众生免于被杀害、追逐跟残害。天台宗智者大师他们所分类的这个六观音，至于为什么是这些圣名呢？这个智者大师他是用《陀罗尼集经》里面他做了一些表述，那在这里我就不做更详细的叙述。那当然在汉传佛教从宋代开始，观世音菩萨呢从本来是现男生男生的身相的观音，他慢慢开始转为女相身，他主要化现的就是一种大慈大悲的摄受力，所以就有了这个33观音的化现。那之后有因缘我会再跟大家再介绍33观音的化现因为这整个的内容非常的庞大，所以我今天就先以六观音为主要的主轴的分享。那这六观音当中，以金刚乘来说，我想有3尊观音大家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像圣观音就是一面二臂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尊的形象，还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本尊的形象，也就是大悲咒的主尊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还有就是准提观音不管是2臂、4臂、8臂、18臂的准提观音。所以为什么我取了这个六观音为我第一个阶段想跟大家分享观世音菩萨的形象。首先呢，大家先不要误会不要说这六观音好像是千手观音是主要拔除地狱道众生的苦，就好像只有对地狱道众生的苦有感应、有加持、有帮助，不是的，只是他化现在那一道去救拔那一道的众生，他名为这个观音的圣号。所以这个大家绝对不要用我们世俗凡夫的人的见解去分别分类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与加持。六观音它所相应的就是拔除六道的众生的痛苦，那也并不是说圣观音它是主要在恶鬼道，好像就是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就不感应，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在这个祖师大德里面或后来的历史的流转，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相应。所以你如果是非常相应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你也不要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做解说就觉得那是不是应该要改为修准提观音，因为准提菩萨相应于拔除人道众生的苦没有必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观音它就是观音，它相应拔除所有众生的苦，只是在具象化就是过去的祖师传法上
他就是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准提观音是只有相应拔除人道众生的苦，但是不代表你修持大悲咒、修持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修持圣观音，你就不得到加持，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好，大家一定很注意这个，我一直强调的这个概念。观世音菩萨的体性都是一样的，你修哪一座法，祈请哪一尊观音，他们都是同一尊观音，并没有分别，像现在所讲的六观音的分别。那只是为了满足各位的好奇心，所以我跟大家解说这个六观音的缘由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的观音，那又为什么有18臂的这个准提观音啊？为什么又有一面二臂的圣观音？但是不代表你们要做分别心。那当然，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悲愿是无往不济的，不管你称念的是准提观音，还是圣观音，还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还是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他的心绪等流都是同一体性，就是大慈大悲大愿力，拔除一切众生苦难的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所以我们不要做分别，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虽然是分为六观音不同的形象跟不同的圣号，但它的本质心绪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它划线在哪一道去拔除他们的痛苦。比如说地狱道的痛苦是最苦最苦最苦，而且业障贵最重的，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大愿就是划线到地狱道的众生去拔除他们的痛苦。也就是说，地狱道的众生的痛苦，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就会拔除，更何况我们是人道的业障的业报身呢，那更是容易去业障消除，能够满我们的善愿，不是吗？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这个概念，好不好？所以各位呢，不管你是相应准提观音、圣观音还是千手观音，这三尊观音的本尊应该是大家非常的熟悉，而且他的咒语他的故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熟悉能想的。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凭你自己的内心的感觉，你跟哪一尊观音特别的感应。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对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特别有感应，因为我在非常小的时候，大概10岁不到吧，就有一次我跟我的俗家母亲去一个佛寺去做佛七，我就跟着这个大众念这个大悲咒，我要念好像3遍还是不到5遍我就会背了。所以我知道我过去生中就是有主修这个大悲咒，所以我这辈子对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有非常强的信心跟非常强的感应。这个就是个人的修行的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当然如果你是对准提观音特别有感应特别相应，你也可以请准提观音作为你的主要的主尊你每天的修法持咒做功课都可以观想这个准提观音在你前面加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你观想圣观音，就是一面二臂的观音。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对于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六观音有什么不同它的悲愿在哪里，我想大家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体会。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它唯一的体性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只要你的内心具有大慈大悲，你的内心就是有一尊观音在守护着你。不管你吃饭、睡觉，或者生病，或者是做事业，或者工作，任何时候，只要你内心有慈悲心、有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就住在你心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前行。你要去祈请观音加持你之前，不管是哪一尊观音，六观音的哪一尊，请你先升起大悲心。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佛子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一个修行人有遵从这个因果的依归，有皈依三宝，有受持戒律，有好好的修善行的话，请你先放下你的贪嗔痴慢疑，请你换取你本具清净的自心，好好的爱惜自己的善念。只要你爱惜你自己的善念，观世音菩萨他一定会来加持你，他一定会来相伴你。因为我们跟诸佛菩萨、
就如同母亲跟孩子一样，我们是有一条脐带去跟诸佛菩萨连接的。今天我就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今天不具体去讲述太多这六观音的形象跟手印，等到我下次有机会，我再一一拆解这六观音的一些形象跟的手印，跟大家做分享。那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六观音的分享。那记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想护持我们网络弘法，在西方国家传播佛陀的正信的佛教，也请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成为我们的护法会员。如果今天的开示对你有所注意，请你不要吝啬，你可以法供养，你可以写你的心得在留言板，我们会去看。如果你觉得这则对你有帮助，也请你要转发你的朋友，然后让他们也能够法供养，让我们一起来用一根手指来弘扬佛法。那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护持正法永驻世间。那我们也祈愿这个正法能够饶一切六道有情，也能够饶益各位能够善愿圆满。请各位要记得帮我们转分享，更多的人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他们就是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那我希望各位喜欢我的今天的分享，祝福各位福慧双修，善愿圆满。阿弥陀佛。